那么韩国瑜接见日台的协会代表啊，韩国瑜常常讲话，这是你想不到的。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光头，都是秃头，发型相同，彼此就没有什么距离啦啊。而且今天下午他3次召开协商会议呢，为了礼拜5，所以要有食安的这个专案报告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提案2月23号食安专报，柯建铭说请黄国昌不要做作秀啦啊。那另外呢，因为民众党是30分钟前发协商通知，柯建铭很生气，乱演一通，太离谱，你早点告诉我们嘛，什么30分钟再告诉我们哦，等等哈。那另外呢，吴思瑶说黄国昌公文有四个地方哦，这个格式不合哦，有问题哦。那另外呢，有媒体说呢，现在立法院都要听黄历的，就是黄国昌的这个时间，他规定什么时间干嘛？柯文哲就说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这是少数关键哦。那么傅昆萁呢说今天要带队跟民众党的3长呢要吃晚饭。傅昆萁说在野党应该携手同心，大家合作哦，法案才能够通过哦。那么到底要不要礼让这个民众党的召集委员？傅昆萁说礼让又怎样呢？林世明的副书记长说要坚持我们的主体性，怎么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好，在共事，不要挡我。拿自己招牌的发型开玩笑，瞬间拉近跟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的距离。立法院长韩国瑜最近不但积极接见各方代表，更忙着协调议事。明天下午会有党团协商，对不对？明天会跟大家报告，谢谢啊。立法院随后发出通知，院会前一天的22号要针对食安专报再朝野协商一次，但这不又回到原点了吗？因为19号民众党拒签朝野协商破局，20号民众党提案召开院会，由他们负责召集协商，但因为太临时，只有黄国昌跟蓝白立委独撑大局。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痛批，哪有人开会30分钟前才发会议通知，现在又要重谈，23号是不是要改食安专报？他们这个戏了演的已经演不下去了，还在乱演一通啊！回向党团干部本来就该随时待命，不过随着民众党不断在议事发动突袭，也出现了这样的声音。黄国昌跟黄珊珊的行事力哈，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事力，那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预计，不会都跟着黄历走啦。蓝绿讲不好的时候，民众党才有说，有影响权的，所以这种三角关系蛮复杂的，所以我从来不会认为说，我们是什么关键少数。搞不好弄到最后，我们只是少数，根本不关键的。说想当关键少数也是有前提，否则怎么会有民众党发挥的余地？但看看蓝绿现在处于对立，不能合纵连横，似乎也只能看黄历。那静莹怎么看？我想食安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多民众关心的事。那包含大家在看到前几天的新闻啊，上礼拜的新闻看到之后，所有的民众或者是不管是爸爸妈妈自己的小朋友也好，大家都会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嘛，所以才会希望在立法院开议的这段期间里面加速，希望行政院可以来做这个食安报告，那所以才会有这个朝野协商的这个时间。那我是不晓得在开议期间，立法委员的这个通知时间到底要拉多长哈？这有没有一个规定，或是有一个规则等等的？但我至少认为前30分钟做这个通知，然后国昌老师跟这个国民党的代表都可以坐下来，那民进党的代表为什么不能坐下来？我不太懂这个理由是什么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也不是说未来大家都要靠着看黄国昌或是黄珊珊，甚至民众党的行事力去走，而是大家能不能把议题来做合作。那柯建铭不要一直把他过去所谓的议事规则这些帽子扣在民众党的身上，不要以为民众不懂议事规则这4个字到底是什么，你就用这4个字来扣民众党这个帽子，甚至有时候可能要跟国民党会面，或是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餐叙等等的，你也扣说这是密室协商。在立法院的康源餐厅吃饭有什么好密室协商的？全部人都知道，康源餐厅去过的都知道，隔壁有谁在吃饭，你可能都知道，或者是这个厕所是谁去走来走去，总是会遇到的嘛。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密室协商的问题，甚至什么换召委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换召委，民众党为什么还要提说要修改变成单一召委制呢？对民众党更不利嘛。所以我觉得柯建铭不要再从这中间去找一些小话来讲啦，认真坐下来谈谈国家大事，才是民进党现在该认真做的事情。OK，
我觉得立法院刚刚开议哦，那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还在一个可能的磨合阶段吧哦。那因为的话呢，我觉得柯建铭我一直觉得说奇怪了，他在这次新的会期里面，可能是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呢在过去8年来用碾压式的哦，那可以去让他去操纵一个完全执政的一个主舞台了，所以他心里面是不是有点失落？就他现在讲很多话都很酸，那尤其在一个就他跟黄国昌之间，但有太多的恩怨，从一开始的太阳花可能捧红了黄国昌，之后黄国昌又跟民进党渐行渐远，他们可能心里面有点不太平衡，就他老爱挑黄国昌的毛病去讲。我觉得就一个民进党，就一个还算是个执政党来说，我觉得老柯不需要这样子，就是说未来就是依照就事论事、就法案、就政策来论法案，大家该要有的一些竞争也好，去合纵联合也好，就是怎么样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我觉得现在讲这些话哦，这个听起来有点无聊。我坦白讲，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哦。那回过头来看这个民众党，我觉得民众党当然就是说，在未来的国会里面，那如果说任何事情需要过半的时候呢，当然民众党的角色就会很重要。那但是到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在暖身，看不出他真正的关键力道会在哪里。那我觉得大家也都很好奇。那对黄国昌跟黄珊珊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对民众党对于民进党来说，能够分化民众党，绝对是他未来这个会期当中的重中之重哦。那只要他可以分化，然后让民众党不要跟国民党合作，那这个民进党可能就赢了，就可以呢比较安然的可以度过。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经常会去撩民众党里面的一些话题哦。那所以民众党是不是未来是少数不关键？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再看看。那对于黄国昌来说的话，我坦白讲，我觉得黄国昌他从一开始时代力量，最后呢要跟过去的各个不管什么台联也好啦，什么社民党也好，这个过去的老路一样，成为民进党的侧翼。但是黄国昌不愿意，这点我很佩服他。我很佩服他，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小党本来就应该走自己的路嘛，你不管成为这个小蓝小绿，我觉得都不应该是这样，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主性。那至于他是不是过度的英雄主义，很多人会这样的觉得。那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也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但至少他如果说拿出来这些政策，比方他过去经常踢爆揭弊，我觉得很棒啊。如果他讲的今天是错的，那你就去批评他，他自己也会自食其果。那未来新北市他也不要想去选。那如果说他每次的抓到的资料都是有证据的，然后有理论的，那我觉得他就算看起来很突出，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百姓自己会去选择。龙介兄，我想3党不过半啊，其实对台湾，我到现在这1个多礼拜，我看是比较正面。就是说，不管国民党也好，其实说国民党去抗争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抗争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没有真正打到点。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要食安，那你就针对你陈建仁，你为什么卫福部长跟食药署都已经讲不是那个实验室污染了，然后你们偏偏你还要引导？我看陈建仁，我本来对你讲准点，我看这怎么你还在做这种政治性的引导？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去责怪台糖或怎么样哦，就是要一个食安的，没有食安，人民就心不安嘛。所以当3党不过半，这个时候民众党会站在国民党这边，他要求食安。好，那因为3党都不过半，国民党也不能说你有过半，那你在不过半的在野党，所以你也不可能为所欲为。那民进党更没办法为所欲为。所以赖清德现在的40%。他第一要务就是想要拿到51%嘛，所以从40想要变51%，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回到比较中庸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所以，但是柯建铭他是当然有针对性对黄国昌，他有一种针对性。不过我最近这几次跟黄国昌接触还好，就说大家也都能看出这个问题。那在3党不过半，其实对民众党是很有利的啦。他只要不是像刚刚蓝轩讲说，他也想为所欲为的话，那对民众党其实是会很有利。那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法案，其实大家如果说认为都是胡国利民的法案，对3党都会从过去负面的斗争会改成正面的提升。所以我不断的看这一次的国会对台湾、对人民百姓是有利的。好吧，他们今天要在这个2党的3长要吃饭，柯文哲说也要参加了哈。你问我是乐观其成了，我一再认为，我从很久以前就觉得，你在野党必须要合作，你在野党合作才有很多法案才能通过，否则你差几票就通不过。
所以你既然是在野党，你当然在野党合作，你在野党怎么会跟执政党合作呢？甚至连召集委员我都认为说可以让就可以让了。你国民党那么大党，你干嘛所有的8个委员会召集委员通通独资呢？你让1席2席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嘛，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呢？表示一个善意也蛮重要的。而且在立法院长如果民众党不是采取这个策略，韩国瑜会当选立法院长吗？江启臣会当选立法院副院长吗？你自己想想看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徐巧芯最近跟黄捷在立法院呢，显然呢这个烽火那么延烧到社群媒体。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在 Threads 这个社群媒体呢说，黄捷比徐巧芯漂亮，主观认定，就他认为是漂亮。黄捷比徐巧芯身高还高，这是事实，就是徐巧芯不够高那当然，他们就把它解释说。其实也没这样讲了，说徐巧芯又丑又矮，并没有这样讲，只是说呢，没有黄捷漂亮，没有黄捷高那所以他们就说哪里是外貌羞辱？我们没羞辱你那这个出来以后就被民进党就被骂了，所以你怎么讲我们徐巧芯又矮又丑呢？后来高雄市党部就发文抱歉，说对于先前的发言留言有不妥的地方。小编虚心接受他的指正，将来会更谨慎留意，并加以改进所以呢，因为大家怎么知道是高雄市党部？因为这是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Threads 的官方账号，所以他就毫不避讳，就是这样就告诉你，我就是官方账号。徐巧芯说民进党要道歉，怎么讲我又矮又丑呢？我自认为好看就好了，我自己觉得我长得漂亮好看，没有又矮又丑你们管你们怎么讲，你们讲的话不对。那黄捷就说呢，说党部小编只是他原话并没有说他又矮又丑你们是偏激来解读蒋万安说什么又矮又丑，格局说民进党格局又矮，心态又丑，才会讲这样的话那另外国民党呢，脸书也声援徐巧芯说绿营难道要成了霸联禁卫军？然后今天刚刚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有一个函出来了，赖清德署名的，是由副秘书长何伯文觉醒的。就说呢，讲什么呢？就说你们要避免歧视性及人身攻击的言论说网络传播非常快速各县市日后如有性别平等议题、教育训练需求，中央党部会帮你们训练。但是呢，你们要避免歧视性及人身攻击言论，包含种族及性别等议题包括美丑高矮都不可以讲那民众也知道这个会引起大家的反感那傅昆萁找徐巧芯接国民党的党团副书记长，说傅昆萁的倚天剑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我绝对不是倚天剑那可能会是一把好折凳用周星驰食神电影里的好折凳形容自己杀人于无形。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说自己不是党团总召傅昆萁形容的倚天剑，而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好折凳。就像开议那天，为了麦克风突然出现，杠上民进党立委黄捷。原本黄捷要红罗志强不能违反规定带麦克风进议场，徐巧芯横空杀出护自家人，2个女人的战场，现在却从议场内变到网络上。徐巧芯脸书转发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Threads， 痛批民进党羞辱他外貌，骂他又矮又丑，因为上面写着黄捷比徐巧芯漂亮，这是主观认定；黄捷比徐巧芯高，这是事实。反问徐巧芯哪里外貌羞辱了，让原本有议事规则撑腰的黄捷被猪队友拉下水，变成歧视共犯。这一次是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的官方 Threads 账号，民进党的妇女部呢去哪里了？外表做评论确实不妥，党部的小编应该要马上道歉。他并没有提到谁又丑又矮，而是说谁比谁漂亮，所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不需要这样偏激的解读。要徐巧芯不要想太多。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前一天坦言用词不妥删文后，上午再发文道歉，说会加强性平教育，但黄捷也不忘酸徐巧芯2句。
那真的有骂过别人丑，说别人相由心生丑到不行的，其实是徐巧芯本人，所以也请他向当事人道歉。这是一个成语，它不是形容一个人外表出生的时候就相当丑陋。事实上，我认为周玉蔻女士的外表是非常亮丽的。反酸黄捷的国文老师听到都要气哭了，两人你一言我一句，谁也不让谁，短时间内恐怕有解不开的心结。我觉得现在那个娱乐节目跟综艺节目可能这个可能会以后拼不过以后我们的立法院，我们立法院这个当然也希望议事当中有很多更重要的重点，但是现在很多花絮啊，真的多得不得了。我觉得很无聊啦啊！我就说确实你说谁？黄捷说他们并没有说徐巧芯比较丑，比较矮。但是谁比谁漂亮，这也有点无聊吧？我觉得我学妹最漂亮。她虽然绰号叫学姐，她是我学妹，她是我福大大专学妹。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对，但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事实上黄捷进到立法院里面去啊，包括就像是谢龙介跟这个赖清德会捉对厮杀，看起来黄捷的话，未来可能会对上这个韩国瑜，看起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他们对于黄捷寄予厚望啦，就说他可能照他们的说法，就又漂亮又高嘛然后的话又很有话题性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对于立法院里面，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的期待，刚刚如果像这个谢龙介说的一样，就是说你觉得充满了期待，对不对？三党不过半，我相信很多人对于现在新的国会是会充满期待的，至少对于过去8年当中，民进党的完全执政，然后基本上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民意跟其他在野党的这个发挥的空间，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透过选举已经告诉大家，你只有40%人是这样支持你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大家对于国会当中是真的有很深的期待，只是这个期待未来是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落实下去，是不是如刚刚赵先生所说的，这个在野党可以真正的去合作，然后呢用整个国会，如果说执政党它有若干的不符合民意的一些政策，透过国会的方式自己去提案，自己去立法的方式去扭转整个态势，我觉得这都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是不是新国会新政治真的可以诞生？这也是赖清德的口号不是吗？新国会新政治，当然这也是柯文哲的啦。但我说新政治，我们光在看刚才讲到两岸，我就一直觉得很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看不到任何新政治的氛围。就是今天如果说是一个新政治，就是就事论事，你没有在蓝绿之间自动选边站的问题，你也没有在这个两岸之间自动选边站的问题，就是就事论事，依照科学、依照理性去谈论的问题。今天他违法越界，那是他们的错在先。但如果说我们执法当中有过当，是我们的错在后，那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错去致歉。那对岸也应该针对他们的一些问题相关去节制。但借由这样的一个事件，两岸脆弱，也因此应该化为这些转机。我想这些事情才是真正理性去讨论事情的方式嘛但现在显然看起来，我觉得大家对于新国会新政治是不是真的可以如大家所期待的，而不只是讨论什么又矮又丑又胖这个事情。要静怡。这个确实是不是大家想看到新国会会出现的状况啊？那要不然这个 YouTube 什么老天鹅娱乐等等的，又有很多东西可以剪那这个本来就是在性别意识上面这件事情，应该是民进党最重视的一件事情。甚至经过了 MeToo 事件等等之后，民进党总该把这个性别意识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了吧？但怎么会在这个社群软体上面去做这样子的诠释这个 Trade 如果大家有去用的话，它上面很多都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它只有发文字嘛，单纯发1-2句的文字，但是这上面呢，其实真的蛮多的账号是没有办法判定他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账号，或者是他就写那么1-2句，可能就只有攻击的语言而已，但是会被大量转发。所以如果这个Trade大家有去使用的话，它上面很容易玩一些文字游戏啊，或者是玩一些绕口令啊等等，它没有直接去表达这样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当然大家后续可以再继续关注啦，因为我觉得民进党很容易去经营很多不同的社群Trade啊，或者 Twitter 等等的，再由这里面再去转发出来更多的不同的新闻，或是侧翼在里面进行攻击图文的操作等等，再从这里面转到脸书上面来做。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系列的套路的，但大家不想看到国会是长这个样子，我想是大家的共识吧。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基隆市前市长现在内政部长林右昌跟现在市长谢国良最近为了 NET
到底怎么回事哈？那朱立伦现在出来声援谢国梁，呛林右昌，说你除了图利厂商，还为基隆做个什么东西？来，我们基隆选出来立委哈，来这个配讲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我先从林右昌最近的发言，刚才兰萱姐在问说那句话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当基隆市副议长，所以我跟林右昌直接对过4年，他的态度一向是很稳，绵里长征。我想李委员知道，绵里长征从来不失态。因为他这居然讲说，忽然讲说，好像喝酒拉 K 犯那个嗑药，我觉得这个以他自己，他以前都把自己当做一个长，是基隆市长。那自从他上任当内政部长之后，你看他之前的发言都是以长自尊。那怎么有发生什么事之后，他为什么会逼着他现在忽然人家直播讲了之后，他就忽然讲这句话？那忽然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我跟国梁、跟志强、跟洪薇姐去开那个记者会之后，然后林右昌逼着一定要回答这个事情之后，林右昌开始态度大变，他讲说国梁1500万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后来一个一个解了之后，回到原点，为什么今天 NET 的事情会出来？因为 NET 那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跟基隆市政府无关的商业纠纷案。我举个例子，基隆市政府大日开发主妇商场 NET， 基隆市政府从一个地方片面要求大日开发针对这个停车场东岸停车场，也就是基隆市最精华的那一块地，去做出 ROT 的改建。事实上，基隆市政府跟我大日签的是 OT， 但是他要求协力厂商，不管是哪个协力厂商，只是刚好是 NET， 去把这个本来是到2楼的这个空间直接建到4楼，然后变成是 ROT， 然后中间的过程是说，后来大日被举发说有图利，因为同时之间在这6年之内，基隆市最精华的3块地，东岸停车场、基隆港东山寺码头跟信乐路停车场，这3块土地加起来几百亿的价值，差点被同一个大日开发给包，而他后来犯了图利罪，所以他是被认为是不优良厂商，所以最后面现在是解约的，还没有被101，因为法律诉讼正在打。然后之后合约到了，然后国梁接市长之后，林右昌卸任，和国梁接市长的时候，他是重新招标。但是那时候才发觉，然后 NET 没有标到之后，来法人说这是我建的商场，这是我花了3亿建的商场。事实上，到底有没有3亿，我们就先撇过不谈。这是我建的商场，所以我当然有这个产权，因为市政府没有讲说这是谁的产权，执照是基隆市政府，不过产权他没有讲说是谁的，所以当然是我主妇商场的。那国梁就觉得说，这个是 OT 的合约上面写。地上4层到地下1层，全部都是基隆市政府的，基隆市政府的产权。因为 OT 的合约上面这样讲，怎么你 NET 不认账呢？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翻资料，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作为？为什么 OT 案会变成 ROT 案？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在2015年的5月06号，林右昌有直接表明解释，他希望说大日跟协力厂商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东岸停车场把它改建成为比较年轻有活力的样子。虽然这个是虽然是 ROT 案子，不过符合 OT 精神。那时候基隆市议会，我还不在市议会的时候，林右昌做市长做8年，我只见到他后面4年。他那个时候市议会是有质疑的，但是后来人家只说你监察院去查，后来监察院也没有查，所以这种是不了了之。直到国梁上任之后，然后发现说。为什么 NET 会说产权？而且 NET 把这个2、3、4楼这个案子的这个产权直接拿出来说，没有，你们基隆市政府从来没有 claim， 从来没有转移过产权，所以这个是我的。换句话说，林右昌认为说，从2016年他这个 NET 这么大的这个商场建好之后，到2022年他卸任之前，他都没有做过产权转移，偶尔只是象征性的去问了2次。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基隆市政府的财产，这是基隆市民的财产，从港务局接到基隆市政府的手上，这属于全基隆市民。那为什么在这6年之间，林右昌前市长居然说都没有做这产权转移呢？为什么你不在卸任的时候把这件事跟谢国梁讲呢？然后林右昌那天在早上或晚上说你喝药拉 K 喝咖啡之前，早上有被督吗？有回答说这个没有急迫性。为什么6年会没有急迫性？我也不知道没有急迫性这点从哪里来。
所以整个罗生门，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求的，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就是我们要求林右昌前市长、现在内政部部长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而已。好吧，这是基隆啊。那么回到陈水扁啊，那会不会特赦陈水扁？我们看一下。我过去本来就主张，阿扁呢应该要得到特赦。近5年前讲过的话，赖清德要兑现了吗？要不要特赦陈水扁？现在传出民进党内已经拟好3套剧本。如果是在赖清德上任后发布特赦令，对稳定独派当然有效，不过同样得承担社会的批评声浪。那若是把球交给蔡总统呢？好处自然是让赖清德免去这些批评，未来施政上也可少些阻碍，但舆论压力就得由总统来扛。如果特赦陈水扁之余，也一并特赦马英九的特别废案呢？传出党内评估总统的学历未来可能也将面临官司，也因此赖清德被建议干脆一次大赦，展现期盼朝野和谐态度。不管采什么方案呢，特赦我们阿扁就是好事啊，就是好事啊。你把阿扁特赦了，阿扁搞不好跟你说我不要，我是清白的。但是这个就麻烦。没有支持阿扁总统特赦吗？好，谢谢你们啦。更是一句谢谢带过。不过陈水扁想特赦，最大前提恐怕是昔日同志的这一句。明天陈水扁前总统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好，3个总统打包，意思说陈水扁的案子很多嘛。马英九不是刚才讲的特别犯，特别犯早就觉得3宗案还在2审。然后另外蔡英文的学历认为将来会有问题，说3个干脆都特赦算了等等哈，其实胡扯了哈，这没有这种事情了，就是关键就是陈水扁了啊，你两个台人来你先讲，这我心常拍讲了哈，要我可以做决定的话，就特赦了，我是会特赦的哈。但是这个特赦的事情啊，吵这么久，蔡英文8年任内都没特赦，为什么不给他特赦？对，这个就是社会的问题嘛，就是说我们在做政治计算嘛，好，那赖清德他。得票的这个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那到底特赦对他的未来到底是是帮忙还是反而会恶化哈？我认为还没有到决定的这个阶段呢，所以这件事情大概不会在520前后这几个月内发生，不会的哈。那后面的这个发展，最好的方式啊。是国民党那边提案民进党这边呼应那这个对阿扁来讲，就是这个是太 perfect 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风暴，完美的一个解决那所以以目前来讲我看到如果陈水扁看到像我们的现在在位的这些政务官嘉良然后这些的表现大概他也会吐大气啦，叹气啦，因为这些人其实过去都是栽培而且郑国会啊，不要忘记郑国会事实上就是扛着阿扁的旗号上来的所以对阿扁来讲伊真正讲起来是讲情何以堪呐那起码也没人在克阿扁那清德这次的这个选举也没有动到所谓扁牌啦扁这张牌所以我觉得阿扁可能会慢慢的在政治上的这种关键的影响力可能会越来越弱化了。国民党会提案吗？不会的，没让他提案，你讲销毁但2011年跟2012年，吴秀珍那个吴秀珍讲要告我伊讲我说你起码第一个态度嘛，因为他的问题是有一个法律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嘛。政治问题大家政治协商会使，那法律问题第一个他要认错，第二个钱的问题。我讲叫伊甲钱汇倒来，讲笑话，我靠，讲那我看变的遮老都拢袂趁啦，以后我要食啥物？伊讲的，伊讲我讲伊讲安尼我无讲，伊要告我，我去甲调王本虎甲访问的录音带，伊就是安尼讲的嘛，你把钱看得这么重，那你是一个元首，我靠，你包括整个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大家拢有付出过。该肯定你的，我们肯定你。可是你家己嘛有讲，我做的法律不容允的代志，我做了法律不容许的事，所以这个可以协商，不是不能谈的。
你说国民党来提也可以，啊，并且你敢愿意到接落来？哦，我针对过去所犯的，因为被起诉的这些案子，哦，我做一个态度上的认错。那第二来讲，钱要安怎处理？确实有几亿，啊，这几亿怎样当作我们视而不见，敢会使安尼？会使安尼吗？安尼你对台湾人，你讲我今仔个陈水扁特色，我要怎去交代？哦，这钱不是千百个钱哦，你若是千百个钱是一部分是认为当时还没有政治现金法，一部分是不予追究的哦。可是藏伫海外的7亿，那今仔不是陈志忠因某去叮当，艾格蒙通知的了，咱是拢唔知影呢，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钱哦。所以钱的代志要怎讲？可以啊，我是今嘛是反对，但是协商可以，态度要出来，你不要把这个难题丢给清德兄嘛，对不对？态度出来，大家较好讲嘛。认错、道歉、赔钱。哦，如果陈水扁做到这个，我是觉得可以特赦他，但是又不认错呢。哦，然后呢，他讲的钱也不赔，甚至民进党委员还说，搞不好陈水扁自认为清白，还说不要啊，特赦我什么？我们哪有特赦？我们不需要你特赦。就要再回来。好，高嘉瑜说，2026年大选不会缺席。2026年选什么？台北市长目标之一，哦，要不然就是基隆市长，因为他基隆出生了，基隆人，他喊话民进党说：“给我机会赢一席啊！都不给我机会，那排挤我干什么？”哦，所以他就说蒋万安是一成不变，很保守，所以他比较开放前进。哦，那他说呢，民进党是要把他挤出民进党的圈子，所以呢，这个市长这个制造一种气氛，3人成虎哦。要把我赶出去。那蒋万安呢很有风度，说祝福他能获得民进党的提名。你获得民进党提名才会成为我的对手嘛。哦，那会选基隆市长吗？高嘉瑜说，我尽可能争取每个可能。哦，好，我们看一下。基隆是我的故乡，我当然也会希望基隆有好的市长，我会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个可能。终于有了明确下一步，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不止放眼老家，2026基隆市长也有意争取深耕的台北市这局。民进党有没有可能给我这个机会去争取，或者是去为民进党来去努力在艰困的选区来去赢得一席，应该要先检讨，或者是自己应该要先做好的地方，包括如何能够先至少能够整合绿营的基本盘能够巩固，然后去拓展中间跟年轻选票。毕竟选后人高调谢票，勤跑基层，高嘉瑜更自认比蒋万安有这些优势。那蒋万安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个一成不变、比较保守，或者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市长。不清楚高委员在接下来他参选的职务，但我都祝福他获得民进党的提名。高嘉瑜能不能成为对手？蒋万安这话点出关键，毕竟民进党内想争取2026北市长的还有立委吴思瑶呼声高。我心无旁骛，国会的事情焦头烂额，我真的无暇去思考到眼前以外的事物。4两拨千斤，不嫌多表态，因为高嘉瑜在党内的仇恨值相对高。高嘉瑜若想要争取，得先过党内同志这一关。这些人讲话都是讲给赖清德听的。高嘉瑜虽然可能不是民进党的菜，不过他应该是赖清德的菜，最少他挺赖清德，可能是在赖清德最弱势的时候呢，最公开、最明显的一个。今天当他失去了立委的舞台的时候，公开的呼吁党给他一个机会，赖清德会没有听到吗？我说的就是说，我们刚谈的几卦的新闻呢，都是因为民进党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所以不管是柯建铭呢，在谈黄国昌，其实你会发现柯建铭总是流露出一种倚老卖老的酸气，那动不动呢就是把我最老，我最懂议事规则，如果这些并不是不能谈，可是你在谈黄国昌，总是一种夹意夹去，怀着就是私人的那种的情绪性的那种的味道，那个呢把格局呢都搞 low 了。我们再看到呢黄杰本身不是重点
而是整个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流露出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继续呢，就是cos一下呢徐巧芯。其实徐巧芯在我看起来的时候呢，她又高又壮又漂亮。她让我想到的是历史上面几个伟人，像你看到的像蒋经国好了，邓小平也好。或者呢，你看到的就是说呢，许多的这些呢政治上面重要的人物跟他的身材没有关系，可是明明你就是在嘲弄人家，事后呢还要呢玩文字游戏，好像你没有这样做，那个最恶心。我们写文章的人呢，就是有时候直白一点，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把它当白痴吗？不要吃了人家的豆腐之后呢，然后呢，人家在纠正你的时候呢，还要表现出一种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哦，是你自己想太多，对号入座哦。如果这样做，就比川普更 low。川普是最喜欢拿女性的长相、跟身材、跟肤色做文章的。民进党呢，在整个失去国会多数之后，那种的言谈举止之间快速的川普化，几乎不预设任何政治谈论的道德底线，是民进党的堕落。好吧，刚刚讲到呢陈水扁的特色与否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仍然是你民进党失去立法院多数了之后的一招。老实上，就是说陈水扁呢，能不能够得到呢民进党所发动的特色？李俊毅的观点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呢，陈水扁要不要特色？如果我今天是赖清德呢，我想的是，我这样子做了之后，柯文哲会不会喜欢？陈昭姿会不会喜欢？如果说呢，今天的台湾民众党里面有几个人喜欢，那我跟台湾民众党的关系能够得到多大的修补？能不能够改变今天的立法院里面我作为第二大党的尴尬？有没有机会呢？重新在立法院里面争取到把台湾民众党拉到相对中间的位置？因为呢，台湾民众党里面有几位呢是以支持陈水扁特色，以及对于陈水扁过去保外就医出力最多的，就是柯文哲跟陈昭姿，会不会有影响？我认为有影响啊。所以不管呢主观上面如何，蔡英文是不会这样做的。蔡英文呢，即使他拿到这个跟你的选票的支持度无关，蔡英文拿到817万票的时候，他也没有特色陈水扁啊。民进党开全代会的时候，95%的民进党的代表都连署要蔡英文针对特色陈水扁表态，那时候呢蔡英文也没有表态，所以跟你在得票的多少强弱没有关系，而是这件事情能够换到多大的政治利益。我认为陈水扁特色的机会来了。来进。2026年这一局哦，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啊，包含说民众党在台北市也是一样的挑战。那高嘉瑜的挑战当然是他要整合他自己刚刚讲的嘛，整合绿营原本的基本盘，包含说在他在选立委的时候遇到这个吴欣岱等等的、哦，在各式各样的场合，网络上哈，或者是陆地上、陆战上面对他的挑战，这个确实是他必须要自己去整合的一件事情啦。那当然，他不管是在基隆还是在台北，或者是未来在议会，有没有可能会有他的声音？我觉得都是值得期待的。那毕竟他本来就是一个高声量的人，那选后之后，他其实也蛮常出现在地方上的行程，社群上面也是有他的身影。当然，对于蒋万安的挑战，就是过去1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那不能再拿柯文哲出来救援的情况之下，他必须去面对他自己的市政问题，包含最近这个深坑大火造成的这个恶臭的问题，他必须要去调整他内部市政的节奏跟效率等等。那据我们所知，当然里面的几位局长可能也会做变动的情况之下，蒋万安还成立了青年局。那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一番成绩来证明给台北市民说我可以继续连任？我觉得这是蒋万安接下来的挑战。谈到深坑大火，蒋万安坦言市政螺丝松了哦。另外呢，下令以后有复式通报，所有人给我鸡婆一点，不要都不讲哦，只说没有超过标准，臭得要死哦，很多人都这个受不了了哈、哦，而且说惩处这个层级没有设限，1个礼拜给我报告。当天呢、哦，我直播完11点在安居街出来，我的拼掉啊！后来隔壁耶，那是在台北市，但是在深坑发生的。隔壁啊，我一个少年说：“龙介生的，你讲我拼掉，小叶讲这是大后生的味，啊，有可能是电线烧去，注意隔壁看嘛，损拢无了。”那这个蒋万安当然，因为事发地是在新北市，但是这种空污啊，对我们现在包括台中的空气污染，包括肺腺癌，他妈家里这所有人都很紧张，所以这个复式回报
跟及时通报，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首长的脸书嘛，你只要有通报，那大家就会安心哦，原来是什么样才发生，所以他会去做适当的防护。所以以及的处置危机处置没办法，来继续说。发生一个问题，学到一点，然后有一些改进，就是一个进步了哈。我希望市政可以这样持续进步，国政也可以这样持续进步哈。不过高嘉瑜要不要选市长，那个言之过早，好吧？言之过早。好，那民进党在台北市事实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我看高嘉瑜应该不是市长的一个最优先的一个人选。不过因为他立委没有当选以后哈。总要博得版面嘛，那你现在是选我要回去选市议员，当然说我要选市长嘛，才会有镜头嘛，到底这么简单嘛？来选。对，但我觉得高嘉瑜也好，这个陈水扁也好，我觉得他凸显出来就是说，现在民进党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政府啦，哦，那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跳出来，觉得说，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的话呢，内部的问题你可能似乎应该要摆平，你可能要让赖清德更去吸纳其他的一些势力。我想这是他们想要出来，你可以说可能讲要挟可能太重了啦，但是他就是希望这个赖清德可能趁这个机会哦，他们就是希望从赖清德那边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才刚刚选完呢。又